30分钟读懂一个人，以故事为枕，以人生为背。这里是今夜读懂他，我是小军，我们开始吧。您没有发现，中国诗人里名气最大的那一个，一生只上了2年班，他写了上千首诗，流传到今天的有900多首。他喝酒、交朋友、游山玩水，给人写诗。他想当官，当不上，他当上了，又被赶走了。他晚年跟错了人，被流放到夜郎。他死在船上，死因不明。他是李白。公元701年，李白出生在碎叶城。碎叶城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境内。唐朝的时候是安西都护府的地盘。他5岁的时候跟着父亲搬到了四川，在青莲乡定居，所以他后来给自己取了个号叫青莲居士。李白的家世是个谜，他自己说他是梁武昭王的9世孙，跟唐朝皇室是本家，但正史不认，唐朝的官方谱牒里没有他的名字。有人说他是西域胡人，有人说他是汉人，有人说他家里做生意的，很有钱，没有定论。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李白从小就是个天才。他自己在诗里写：5岁诵6甲，10岁观百家。5岁能认字，10岁读诸子百家。15岁写诗，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。他还学剑术，练得不错。他后来说自己15好剑术，遍干诸侯。年轻时候的李白又写诗，又喝酒，又打架，过得特别潇洒。20岁之后，李白开始出门游历。他去了成都，去了重庆，去了峨眉山，去了洞庭湖。他到处交朋友，到处喝酒，到处写诗。他管这个叫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。但李白心里有一件事一直放不下，他想当官。在唐朝，当官主要有2条路，一条是科举考进士，另一条是通过名人的推荐被皇帝直接征召。李白2条路都不想走，他觉得自己是个天才，不应该跟普通人一样去考试。他要的是一飞冲天，他要用自己的才华打动皇帝，让皇帝亲自请他出山。24岁那年，李白离开四川，东下三峡，到了湖北安陆。他在安陆娶了一个姓许的妻子，是唐朝名乡许与师的孙女。这是一个好婚姻，帮他打开了进入上流社会的大门。李白在安陆住了10年，大部分时间不在家，他又出门游历了。他去了襄阳，去了洛阳，去了太原，去了长安。每到一个地方，他就给当地官员写诗，想通过他们被推荐给皇帝。诗写了不少，但没人理他。他在襄阳拜访了当时的大文人韩朝宗，韩朝宗很赏识他，但也没有给他什么实际的帮助。李白后来写了一封信给韩朝宗，信里有一句话特别有名：生不用封万户侯，但愿一时韩荆州。说我这辈子不想当大官，只想认识你韩荆州。这话说得很漂亮，但韩荆州看完信还是没理他。30岁的李白第一次到长安，他住在长安城最繁华的地方，想通过关系见到皇帝，但他一个官都没有，谁帮他引荐？他在长安待了大半年，到处碰壁，钱花光了，只好离开。他后来写诗说：大道如青天，我独不得出。路就在那儿，谁都走得通，偏偏我走不通。开元18年，李白38岁了，他还是没有官做。他搬到山东任城，跟一个姓刘的女人住在了一起，日子过得很窘迫。他有一首诗写这段日子：白酒新熟山中归，黄鸡啄黍秋正肥。呼童烹鸡酌白酒，儿女嬉笑千人衣。表面上写得很热闹，但你细读能读出点东西来。
一个40岁的男人，没有正经工作，全靠朋友接济，心里是不好受的。42岁那年，李白的好运终于来了。他在天宝元年接到了唐玄宗的诏书，让他进京。诏书是谁推荐的？有人说贺知章，有人说玉真公主。贺知章是当时的文坛大佬，80多岁了，读了李白的诗，说你哪里是人，你是天上的谪仙。谪仙被贬到人间的神仙，李白从此就有了这个名号，谪仙人。李白接到诏书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他写了一首诗：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。仰天大笑走出家门，我哪是那长在草里的普通人。他以为他的时代来了，他进了长安，见到了唐玄宗。唐玄宗这个人年轻时候也是个好皇帝，但到了天宝年间，他已经不想管事了，天天跟杨贵妃在一起。唐玄宗对李白还不错，给他封了一个官，翰林待诏，不是什么大官，就是陪皇帝玩的。皇帝写诗、开 party、看歌舞，你跟着写诗助兴。李白在长安待了1年多，写下了一些很漂亮的诗，最出名的是那3首清平调：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写杨贵妃的，写得真美，但李白心里并不痛快。他不是来当宫廷诗人的，他想治理国家，但在皇帝眼里，他跟唱戏的差不多。李白开始喝酒，越喝越厉害。杜甫后来写他用了8个字：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皇帝叫他，他都不去，他说他是酒里的神仙。还有一个故事，力士脱靴，说有一天李白喝多了，唐玄宗让他写诗，他让高力士给他脱靴子。高力士是谁？皇帝身边最有权势的太监，满朝文武见了他都得叫一声公公。李白让他脱靴子，那就是羞辱他。高力士真的给他脱了，但他把这件事记在心里。后来他找机会跟杨贵妃说，李白写的可怜飞燕倚新妆是在骂他。杨贵妃信了，在皇帝面前说了李白的坏话。这个故事不一定完全是真的，但它说明了一件事：李白在长安得罪了太多人，他太狂了，收不住。天宝3载，李白被赐金放还，给了他一笔钱，让他走人。李白离开长安那年44岁，他在长安待了1年多，做了1年多的代诏，最后什么也没做成。但这段时间他写出了一辈子最好的诗，就是这段时间他遇到了杜甫。公元744年，李白和杜甫在洛阳见面，一个44岁，一个33岁，一个是已经成名的谪仙人，一个是还没有名气的年轻人。2个人约着一起出去玩，在梁宋一带游历，后来又见了2次。他们的友情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动人的相遇。但李白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，他还是想当官。他觉得自己有治国之才，只是没人用他。天宝14载，安史之乱爆发，李白55岁，他带着妻子宗室逃难，从河南跑到江西，从江西跑到安徽，兵荒马乱，颠沛流离。这时候永王李璘派人来请他了。永王是唐玄宗的儿子，手里有兵，想借着平叛的名义扩充自己的势力。李白犹豫了很久，最后还是去了。他在永王军营里待了不到1年，写了11首《永王东巡歌》，到处夸永王。结果永王被他的哥哥唐肃宗打败了，李白成了负逆的罪人，被判流放夜郎。夜郎在今天贵州的西部，当时是蛮荒之地。58岁的李白带着枷锁从安徽出发，一路往西走。走到巫山的时候，天降大雨，朝廷大赦天下。李白被放了，他写了一首诗，你肯定知道，
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快60了，他写得很轻快，好像一切阴霾都过去了。但他的人生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。李白被赦免后哪儿也去不了，他的朋友大都散了，钱也花光了。他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。李阳冰给他饭吃，给他地方住。公元762年，李白在当涂去世，62岁。怎么死的？有人说病死的，有人说醉死的，有人说喝醉了跳到水里捞月亮淹死的。3个版本，一个比一个传奇。我们今天不知道真相，只知道他死的时候身边只有李阳冰一个人。他把一生的诗稿托付给了李阳冰。李阳冰写了序，说白未绝笔之前，将其草稿手付于余，其意若曰吾闻未丧，汝其传乎？他把这些稿子交给我，说我的文章不会消失，你能替我传下去吗？李白一辈子写了多少诗？他自己说醉着诗1000首，传到现在还有900多首。这900多首诗就是李白留给我们的一切。李白这辈子只上了2年班，翰林待诏，从6品，剩下的时间都在路上走。他大概走遍了唐朝1/3的国土，走到哪儿喝到哪儿，喝到哪儿写到哪儿。他写庐山瀑布，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9天。庐山的瀑布没有那么高，但李白写了之后，所有人去看庐山瀑布都觉得是3000尺。他写蜀道难，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，几十个字把你拉到剑门关底下，让你抬头看那条挂在悬崖上的路。他写黄河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，10几个字写出了一条河的气势。他写长江，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朋友坐船走了，他站在黄鹤楼上，看着帆影消失在碧空中。那天边流着的不只是江水。李白写酒的诗太多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李白写信也写得好，我寄愁心与明月，随君直到夜郎西。他在扬州听说王昌龄被贬到龙标，就把自己的愁心托付给月亮，让月亮陪着朋友走那一路。李白写女人，美人卷珠帘，身作平蛾眉，但见泪痕湿，不知心恨谁。像一幅画，又像一部电影的开头。李白是天才，这没人否认。他写诗不用用力，像是老天爷拿着他的手在写。但他的诗里有一个东西比才华更动人，他几乎每一首诗都在告诉你，我活着，我在这儿，我看到了，我感受到了，我不想死。他热热闹闹的，喝了酒就高兴，见了朋友就笑，但他的热闹底下是冷的。他在《将进酒》里写人生得意须尽欢，前面是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他在高高兴兴劝酒之前，先照了照镜子，看见了自己的白头发。他在《月下独酌》里写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3人，多浪漫啊！但那个人一个人都没有。他把名字留在黄鹤楼上。崔颢写了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。李白看了说，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他一辈子不服输，但遇到真正比他写得好的，他认。他对朋友说，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。他说自己一生低首谢宣城。他对这些比他早的比他老的人是真心的。
李白这一辈子像是老天爷故意安排的一场实验，把一个人捧到最高，看他狂不狂；把他踩到最低，看他崩不崩。给他最好的才华，最烂的运气。李白作诗的天才和他做人时的天真是同一样东西。他不会藏，不会装，不会算。他高兴就喝酒，不高兴也喝酒。他觉得自己有本事就应该被重用，发现不是这么回事，他就骂，骂完了继续喝酒。他到死都觉得自己是谪仙人，他到死都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。读李白，你不需要懂诗，你需要听他的声音。那个声音你一听就知道，有人在喊，喊什么呢？我活着。余光中有一首诗写李白：酒入豪肠，7分酿成了月光，余下的3分笑成剑气，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。这不只是评价，这是把李白整个人摁进了这20多个字里。一个人的嘴凭什么吐出半个盛唐？因为盛唐不只是皇帝和大臣的，盛唐也是李白的。没有李白，盛唐就不是我们知道的盛唐。李白在江上喝酒，在山上大喊，在长安城里醉醺醺地走。他把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声音变成了他的声音。他死了以后，再也没有人能发出那样的声音了。李白死后，他儿子伯禽一直住在当涂，他的孙女嫁给了当地农民。40年后，一个叫范传正的官员找到了李白的2个孙女，问他俩过得怎么样。他们说，我们嫁了普通农民，日子不好过，但不敢把身份说出去，怕辱没了爷爷的名声。范传正听哭了，他把他们的丈夫改成了市级，免了徭役，又给李白重修了墓。李白墓前有一副对联，写的是青山明月夜，千古一诗人。李白一辈子没做成什么官，但他留下了900多首诗，900多首，每一首都在告诉他身后的人：我来过，我活过，我爱过，我喝了酒，我写下了月亮。杜甫写李白有2句特别扎心：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。长安城里那么多有权有势的人，那么热闹，偏偏这个人一个人憔悴着。杜甫太了解他了。李白热闹了一辈子，其实一直是一个人。李白这一辈子像一场大醉，醉得豪迈，醉得痛苦，醉得让人心疼。他以为自己是谪仙，是被贬到人间的神仙。他想回去，怎么回去？喝酒，喝多了就飘了，飘了就像在天上。李白写过一首很短的诗，你去查，叫《独坐敬亭山》。众鸟高飞尽，孤云独去闲。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。一个62岁的老人坐在一座山上，鸟飞走了，云也走了，就剩他一个人跟一座山面对面看着。他看了山一辈子，山也看了他一辈子。他这辈子最后还是没有回去，没有回到天上。他死在人间的一条船上，那条船停在当涂的长江边。那时候应该没有月亮。李白这个人一辈子都在路上，他写过一首《行路难》：行路难，行路难，多歧路，今安在？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他写这首诗的时候，正走在最难的那段路上，但你看他的语气，他还是相信总有一天风会来，浪会破，他要把帆挂起来，开到海的那一边去。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念想。他在长安待了1年多，写了100多首诗，数量不多，质量吓人。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。
秋风吹不尽，总是玉关情。他写长安，不写皇宫，不写繁华，写夜里千家万户洗衣服的声音。那声音穿过秋风，一直飘到玉门关外。他写的是普通人，他一直能看到普通人。他写过一个采莲女，若耶溪傍采莲女，笑隔荷花共人语。日照新妆水底明，风飘香袂空中举。一个姑娘在溪边采莲蓬，隔着荷花跟人说话，阳光照在水面上，她的影子清清楚楚。风吹起来，她的袖子飘在半空中。李白站在那里看了很久，他这辈子看过太多东西，但他对每一朵花、每一个姑娘、每一杯酒都是认真的。他还写过一只白鹭，白鹭下秋水，孤飞如坠霜。一只白鹭从天上落下来，像一片霜掉进了水里。就这么简简单单几个字，你眼前就有了画面，有了颜色，有了温度。李白写诗不使劲儿，他不像杜甫那样为人性癖单家具，语不惊人死不休。他是张嘴就来。老天爷偏心，但老天爷也没让他过得舒服。他想要的东西一样也没给他。他想当官，当不上；他想治国，没人用他；他想长命100岁，62岁就死了；他想回家，最后也没回去。他写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，那是20多岁写的。40年后，他还没有回到家。李白写月亮写的太多了，小时候写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；长大了写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。一个人在长安写举杯邀明月，一个人在当涂写把酒问月。他这辈子最好的朋友大概就是月亮，不管他在哪儿，月亮都在。他喝醉了，月亮陪他；他醒了，月亮走了；他死了，月亮还挂在天上。李白死的那天晚上有没有月亮，史书上没写，但后人非说有。后人说他喝醉了，看到江里的月亮，伸手去捞，掉进了水里。这个结局太像他了。一个写了一辈子月亮的人，最后死在月亮里，是真的吗？不重要，我们愿意相信是真的。李白的墓在当涂，1000多年了，一直有人去看。有人带酒去，倒在墓前，说：“李白，我请你喝酒。”有人带诗去，念给他听，他听不到了，但我们觉得他听得到。他这个人不会死的，他的诗还在，他的月亮还在，他的酒还在。你翻开《李太白全集》，随便读一首：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1000多年过去了，还有人读；1000多年后，还会有人读。李白要的就是这个，他不要官，不要钱，不要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，他要的是他的诗不要死。他做到了。唐朝的皇帝你记得几个？唐太宗、唐玄宗、武则天，大概就这几个。唐朝的宰相你记得几个？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征，大概也没几个。但李白人人都知道。小孩子还没上学就会背床前明月光，那个在长安城里醉醺醺的人最后赢了。杜甫说他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，不是夸张，他的诗真的有这个力量。你读长风破浪会有时，你会觉得我也可以；你读天生我材必有用，你会觉得对，我有用。他死了那么多年了，还在给人打气，这个人你拿他没办法。李白一辈子没服过谁，他给韩朝宗写信，生不用封万户侯，
姿态放得很低，但你读那封信，你还是觉得这个人腰是直的。他到皇帝面前，腰也没弯过。他让高力士脱靴，不管真假，人们愿意相信，因为他就是那样的人，他不可能给谁弯腰。但他服过孟浩然，他写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，直接说我爱，他不怕肉麻。他对喜欢的人就是这样。他对杜甫也好，两个人见面喝酒聊天，分开以后互相写诗。杜甫写了好多首给李白，李白写了几首给杜甫。有人说李白不重视杜甫，不对，李白这个人对谁都不黏糊，他是一阵风，吹过了就过去了，但他记住了那个人。李白这辈子最幸运的是，不是做了翰林待诏，不是被贺知章称为谪仙，不是写了那么多好诗，是他活在了唐朝。再早一点，诗没有这么自由；再晚一点，安史之乱以后，整个大唐都垮了。他正好赶上了那个最亮的时刻，他站在那个时刻的中间，替所有人喊了出来，说李白是谪仙人，有道理的。他真的不像这个世界的人，他太干净了，太真了，太不会保护自己了。他在官场里待不下去，在人情里也待不下去，他应该待在山里，待在水边，待在月亮上。他最后确实待在了水边，那条船停在那里，水流走了，他还停在那里。李白写过一首送别诗，送给一个姓汪的：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汪伦是一个普通人，请李白喝了几天酒，李白就给他写了一首诗，让他跟着自己一起活了1000多年。李白对朋友是这样的，他对这个世界也是这样的。你给他一点酒，他还你一首诗；你给他一杯水，他还你一条河。李白死在1260年前，他的诗活了1260年。他写过的月亮，我们还在看；他写过的黄河还在流；他写过的长江还在天际流。他没有回去，他留在人间了。晚安，愿你心里也住着一个李白，在你最难的时候，站起来喊一声：天生我材必有用。